这是3只柔柔弱弱的小白兔，下一秒它就变成了嫦娥姐姐怀里的玉兔。九尾狐妲己诱惑绝世美男子伯邑考失败，因爱生恨将其大卸8块，却没想到男人死后化作3只小白兔，被3界第一美女嫦娥收入囊中。此时点亮小红心，留下一句兔年顶呱呱，兔神伯邑考替你祈福，嫦姐姐忽悠你，一整年都行好运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广寒宫上寂寥无人，直到后羿射日，嫦娥服下不死药飞升成仙，再加上王母娘娘嫉妒对方的貌美，这才有了嫦娥奔月的传说。嫦娥的故事大伙儿都耳熟能详，可你知道月亮上的兔子是什么来历吗？在《封神演义》当中，有一位非常悲催的角色，西岐首席继承人伯邑考，有着凤鸣岐山的预言。他原本应该是大周太祖，只可惜造化弄人，因为嫡长子的身份实在是太吸引火力，所以被纣王抓去当人质。倘若仅仅是如此还算不了什么，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也有过相似的命运，只要卧薪尝胆个5、6、7、8年，回到老家振臂一呼，立马就是一代帝王。只可惜男人有时候长得太帅也是错。伯邑考身高8尺，面如冠玉，剑眉星目，还精通琴棋书画，熟读4书5经，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顶级雄性的气味，就连一代妖后苏妲己都眼馋。苏妲己是什么角色，能把纣王迷得神魂颠倒，说她是封神第一美人都不为过。小手一勾，不知道有多少美男子要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能被这位看上，伯邑考的魅力可想而知。但可惜这位未来的小白兔非常的正直，正直到就连妲己5次3番告状，纣王都不认为他是那种好色之徒，这简直是离谱。要知道纣王连忠心耿耿的大商4大支柱都能给你掏心掏肺加币两为娼，更别说一个人质。由此可见伯邑考的品质之高尚，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才对一代妖女苏妲己产生了致命诱惑，而当其爱而不得，便产生了彻底毁灭的想法。苏妲己可不是什么舔狗，污蔑伯邑考好色虽然不成，但凭借他的栽赃技巧，想借刀杀人还不是简简单单。在某次伯邑考弹琴白猿舞剑的时候，妲己略施小计，就让对方彻底完犊子，不仅仅被大卸8块，还被做成肉饼送到他老爹姬昌跟前。因为当时洪荒世界盛传一则流言，说姬昌乃是天生的圣人，注定成就一番伟业。纣王则是非常不屑，看到对方把东西吃了，更是嘲笑道：就这样吗？纣王放松之后，姬昌也便找机会跑路了。当他刚踏上西岐的土地，就感到一阵恶心，张口吐出3个小白兔，这便是伯邑考的3魂所化。身为封神大劫当中第一位魂归封神榜的存在，简直不要太倒霉，就连女娲娘娘都看不下去，于是便派3界第一女神嫦娥下凡，将这3只小白兔抱回去收养。果然不愧是让妲己迷恋的存在，最终的归宿还是女人的怀抱。但伯邑考会是日后嫦娥怀里的那只玉兔吗？这还真不一定，毕竟在西游81难当中，玉兔精下凡可是变成一个绝世美女，抓了唐僧拜唐成亲。伯邑考即便死过一次，也不至于连性别都变了吧？不过这也不是不可能。观音菩萨有一个坐骑叫做金毛猴，非常的好色，经常强抢美女。菩萨心地善良，便施展法术把金毛猴变成了美女，于是对方就去强抢美男了。不过考虑到伯邑考的性格，应该是不至于。那这就说明月宫之上不只是一只兔子，神话当中的兔子虽然毕竟少，但总归还是有那么几只有名的。同样是封神大劫里，有一只修炼数万年的兔子精，号称查尔定光仙，可谓是将狡兔3窟的特性给发挥到极致。身为道门至高圣人3清之一通天教主的弟子，竟然跟西方佛门眉来眼去，最后甚至成为定光欢喜佛，也算是兔子一族最出名的神仙。虽然人家貌似不怎么承认就是了，很多人也会下意识忽视对方兔子精的身份。相反，玉兔可以说是神话中最有名的兔子。玉兔捣药是中国神话传说故事之一，最早见于汉乐府《董陶行》。相传月亮之中有一只兔子，浑身洁白如玉，被称作玉兔。玉兔拿着玉兔跪地捣药，服用此等药丸可以长生成仙。久而久之，玉兔便成为月亮的代名词。古代大文豪李白、杜甫、辛弃疾等都写过关于玉兔的诗词，相关的传说更是不少。传说有一日，3个神仙下凡游玩，化作3位可怜的老人，分别和猴子、狐狸、兔子讨要食物。因为兔子吃草没法给，所以就跳入火焰自我奉献。仙人们吃了兔肉异常感动，就将这只小兔子带到月宫陪伴嫦娥，顺带帮忙捣药。话说这个捣药的工作应该才是主要目的吧。神话里的兔子除了这几之外，还有一个叫做舍舍家的紫色兔子，专门吃斋念佛，成天跑到寺庙坐禅念经，有大智慧，被天上的佛陀所认可，封为佛门护法。这只兔子可比查尔定光仙虔诚多了，不成佛简直是对不起他的每日念经。查尔定光仙虽然也是兔子精，但他既没有玉兔的可爱，也没有伯邑考那样让人同情。只要是稍微了解一点他的事迹，那除了讨厌就是讨厌。
毕竟叛徒这种存在，无论是古今中外诸天万界，都是不受人待见的。要不是西方教有两大圣人，通天教主绝对会拿起诛仙剑杀个七进七出。另外，查尔定光仙弃暗投明的时候，三清的另外两位也在场。面对这位好施主的投诚，太上和元始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，但心底肯定是鄙夷的，所以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叛徒。通天教主的截教号称万仙来朝，只要有机缘那是来者不拒，所以最为鼎盛，弟子数万万，受到的伤害也是最大。而元始天尊奉行精英政策，弟子很少，只有12金仙作为排面，再往下就是杨戬、哪吒、雷震子，除此之外基本都是路人。阐教也因此看不上截教，认为对方都是渣渣，虽然真正战斗的时候被吊打就是了，如果不是圣人亲自下场，就是大商再续800年国运了。而太上老君就更厉害了，座下除了一位玄斗大法师，没有第二个弟子，堪称是清净无为的典范。因为不争不抢，所以没有任何的损失。要知道封神大劫里死伤的大罗金仙可太多了，通天教主后来直接一蹶不振，在界妖道闭门不出。相反，西方佛门靠着这一波薅羊毛，直接兴盛了数万年，很多道门修士也改换门庭，在西方灵山之上谋得了好位置。查尔定光仙变成了定光欢喜佛，这位置就是享乐的命运，倒是非常符合兔子精的人设。兔子精里还有一个鼎鼎有名的存在，兔儿爷。兔儿爷这个名字，很多人虽然不太了解，但一定感觉很耳熟。喊兔儿爷，一定要用地道的京城话喊出来才原汁原味。传说有一年的秋天，京城遇到了瘟疫，不知怎么传的，人们都说烧香拜月求嫦娥便能消灾去病。嫦娥也听到了人们的呼声，就派一个玉兔下凡拯救人间。后来人们为了感谢这个小兔子，就称他为兔儿爷。这么看来，月宫的兔子还真不少。嫦娥毕竟是一个人无聊，也只能是养兔子自娱自乐了，怀里的玉兔估计也是轮流抱着。西游当中的玉兔估计是最受宠爱的一只，因为81难中不少天上大神的宠物都下凡，像是老君的青牛、观音菩萨的金毛猴、文殊普贤的青狮白象，都是最得宠的那个。一般的存在也不敢放下去，毕竟万一齐天大圣收不住力气，一棒子魂飞魄散可就不好玩了。神话里的兔子还真不多，那么对于伯邑考与兔精这些大名鼎鼎的兔子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